第一节阴阳学说。一、阴阳学说的基本概念。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阴阳的最初含义是很朴素的，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古代思想家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方面，就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消长的物质关系，并认为这种现象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如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即是说事物都有背阴向阳正反两个方面，进而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宇宙间的基本规律。阴阳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的概括，即含有对立统一的概念。阴和阳既可代表相互对立的事物，又可用以分析一个事物内部所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整体，世界本身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的结果。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阴和阳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如白昼和黑夜，气候晴朗和阴雨，炎热和寒冷，运动状态的躁动和静止等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所谓天地，指宇宙和自然界；道，即道理或规律；万物，泛指众多的事物；神明，指物质世界的无穷变化；神明之府，是说万事万物的无穷变化，即在于阴阳的运动。可以看出，古人已经认识到自然界和宇宙间众多事物的发展变化，尽管错综复杂，但究其根源，无不是阴阳相互对立、斗争的结果。也就是说，阴阳的运动决定着一切事物的生长、发展、变化，以及衰败和消亡。因此，中医学认为阴阳规律乃是宇宙自然界中事物运动变化的一种固有形式。一般的说，凡是剧烈运动着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都属于阳；相对静止着的、内守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都属于阴。阴和阳的相对属性引入于医学领域，即是将对于人体具有推动、温煦、兴奋等作用的物质和功能，同属于阳；对于人体具有凝聚、滋润、抑制等作用的，同属于阴。任何事物均可以用阴阳的属性来区别，但是用阴阳来概括或划分事物，必须是相互关联的一对事物，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才有意义。事物的阴阳属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一方面表现在一定的条件下，阴和阳之间可以发生相互转化，即阴可以转化为阳，阳也可以转化为阴。另一方面，体现于事物的无限可分性，即是《类经》阴阳类说的阴阳者，一分为二也。例如，昼为阳，夜为阴，而上午与下午相对而言，则上午为阳中之阳，下午阳中之阴；前半夜与后半夜相对言，前半夜为阴中之阴，后半夜阴中之阳。所以说，阴阳之中仍有阴阳可分。
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义也。这是说诸凡十百千万大小不一的事物，都具有阴阳对立统一之内涵。阴阳虽是抽象的概念，但是万般事物，千变万化，关键在于它们都能用阴阳对立统一的法则来进行概括。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事物内部阴阳两方面相互斗争、运动的结果，而且主要体现在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和相互转化等方面。阴阳学说用于中医学，即是运用这4种关系来说明人体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并用以指导临床的诊断和治疗。2. 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1. 阴阳的对立制约。阴阳学说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或现象都存在着相互对立的阴阳两个方面，如上与下、左与右、天与地、动与静、出与入、升与降，乃至昼与夜、明与暗、寒与热、水与火等等。阴阳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统一是对立的结果。阴阳的相互对立，主要表现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消长。制约和消长的结果，取得了统一、动态平衡，称之为阴平阳密。如春夏秋冬4季有温热凉寒的气候变化，春夏温热是春夏阳气上升，抑制秋冬寒凉之气；秋冬寒冷是秋冬阴气上升，抑制春夏温热之气。这是自然界阴阳相互制约与消长的结果。阴阳的相互制约的过程，也就是相互消长的过程。《内经·复议》一义：动极者振之以静，阴亢者盛之以阳，说明了动与静、阴与阳相互制约、相互消长的关系。只有阴与阳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消长，事物才能发展变化，自然界才能生生不息。2. 阴阳的互根互用。阴和阳是对立统一的，二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面单独存在。如上为阳，下为阴，没有上也就无所谓下，没有下也就无所谓上。所以说，阳依存于阴，阴依存于阳，每一方都以其相对的另一方的存在自己存在的条件。如一贯编阴阳论说，阴阳又各互为其根，阳根于阴，阴根于阳，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阴阳之间的这种互相依存关系，称之阴阳的互根互用。互根互用不仅体现于相对物质之间相互依存关系，如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物质气和血的关系而言，气属于阳，血属于阴，气为血之归，血为气之摄，而且还体现于机体相对功能之间依存关系，如人体的生理功能是兴奋和抑制，兴奋属阳，抑制属阴，没有兴奋也就无所谓抑制，没有抑制也就无所谓兴奋等。而且还体现于物质与功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物质属阴，功能属阳，功能是物质运动的结果。世界上没有不运动的物质，因而也就不存在没有功能的物质和没有物质运动的功能。素问说，阴在内，阳之首也；阳在外，阴之始也。高度地概括了机体的物质与物质、功能与功能、
功能与物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阳依赖于阴，阴也依赖阳而存在，没有阴也就无以言阳，没有阳亦无以言阴。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阴和阳之间这种关系遭到了破坏，就会导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也就是说，机体的物质与物质、功能与功能、功能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失常，机体的生生不息之机也就遭到破坏，甚则阴阳离绝，精气乃绝而死亡。此外，阴阳的互根互用，又是阴阳转化的内在根据。这是由于阴和阳是指相关事物的对立双方，或本是一个事物内部的对立双方，因而阴和阳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各自向着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3. 阴阳的消长平衡。阴和阳之间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并不是处于静止的和不变的状态，而是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所谓消长平衡，即是指阴和阳之间的平衡，不是静止的和绝对的平衡，而是在一定限度、一定时间内的阴消阳长、阳消阴长之中维持着相对的平衡。如以人体的生理功能而言，白天阳盛，故机体的生理功能也以兴奋为主；黑夜阴盛，故机体的生理功能也以抑制为主；子夜一阳生，日中阳气隆，故机体的生理功能由抑制逐渐转向兴奋，即是阴消阳长的过程。日中至黄昏，阳气渐衰，阴气渐盛，机体的生理功能也从兴奋逐渐转向抑制，即是阳消阴长的过程。所以说，人体处于正常生理状态下，阴阳两个对立着的方面，也不是平平静静、各不相关的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是处在互相制约、互相消长的动态之中的。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谓阴平阳密，也是阴阳在对立制约和消长中所取得的动态平衡。对人体来说，也就能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如果只有阴消阳长而无阳消阴长，或只有阳消阴长而无阴消阳长，即是破坏了阴阳的相对平衡，形成阴或阳的偏盛或偏衰，导致阴阳的消长失调。对人体来说，也即是病理状态。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4. 阴阳的相互转化。阴阳转化是指阴阳对立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各自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即阴可以转化阳，阳也可以转化阴。阴阳相互转化，一般都表现在事物变化的物极阶段。如果说阴阳消长是一个量变过程的话，则阴阳转化便是在量变基础上的质变。阴阳对立双方之所以能够相互转化，是因为对立的双方已相互以扶着向其对立面转化的因素。素问六微指大论说，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以服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所谓成败以服，即是说，当新事物生成之时，已以扶着败亡之因素；当旧事物败亡之时，也孕育着新事物产生的因素。而成败的相互以扶，就在于事物的运动，旧事物的发展，就是变的过程；新事物的产生，也就是化的过程。故曰：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素问天元纪大论。阴阳的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素问说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寒极生热，热极生寒，这里的重或极就是促进转化的条件。阴寒到了重或极的阶段，具备一定的条件，就可以转化为阳热，阳热就可以转化为阴寒。在此，条件是主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便不能转化。可以看出，阴阳的消长、量变和转化、质变，是事物发展变化全过程密不可分的两个阶段。阴阳的消长是其转化的前提，而阴阳的转化则是其消长发展的结果。以上所论，就是中医学阴阳学说的全部重点内容。